你见钱眼开，你就是想一步登天。常静，我说什么你都听不进去，还为了格兰城向我四处奔波，我只好用我的办法帮你了。常静，对不起，我要把资料交给易佩，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帮助你的。你好，我们又见面了。你谁呀？我就是前几天在那个门口我们见过的，我叫石简。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那天在门口拦着不让我们走，还直呼易总大名的那个没有礼貌的小姑娘，对吧？对不起，上次情况特殊，确实是有点失礼。但是，请问今天易总在哪里呀？又找易总，找他有什么事啊？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他谈一谈。你是想来易贸应聘的吧？你要想应聘的话呢，直接给易贸的 HR 发份邮件，邮箱地址网站上就有。我是想给易总看一个重要的项目报告。项目，给我吧。我必须要亲自交给易总，交给您，我可能有点不太放心。你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我是易总的特助，易总的所有事情呢，都要通过我来过滤，找他得先找我。再说，易总没有时间见每一个找他的人。最后我再告诉你，整个易贸没有什么项目是我不知道的。哦，给我吧。那张凯，易总，怎么样？好点没？酒劲儿过了，但头还有点疼。上车吧。哦，一佩，哦，不是，易总，我有事情想要跟你聊一下。哎，行了行了，别在这闹了，明天来我办公室说好吗？先走吧。我保证，我想说的内容，易总您一定会感兴趣。格兰城，但是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跟你单独谈，不方便有其他人在这儿。哎，我说小姑娘，你不会是要买房子吧？买房子去那边的房产中介。还有，格兰城1期开盘的时候就已经卖光了。首先，我不是小姑娘，我叫石简。刚刚我已经告诉过你了。第二，我并没有想要买房子，这儿的房子有质量问题，就算是送给我，我也不会要。第三，我必须要跟易总单独谈。会开车吗？会。你打车回去。哎，易总，不是，哎，我说你还真不客气啊！我跟你说，这可是易总刚买的大切，豪华顶配版，你开车的时候注意点，停车的时候，哎，停车的时候有倒车影像。
你说你要和我聊格兰城的事，那我想问你，格兰城跟你有什么关系啊？常静他是我的一个朋友。易新东的那个手下？嗯。接着说。我这里有一份格兰城的财务分析报告，我希望易总可以仔细的看一下，尤其是进出材料的部分。你说他的房子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啊？是建筑材料标准的问题。如果没有及时发现的话，将来会有事。具体的分析报告我已经在文件夹里面写得很清楚，我相信易总只要看一下就立刻会明白的。格兰城是易茂地产的项目，不归我管。你应该去找易新东。因为常静以他现在的胆量，他并不足以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冒这样的险。他不过就是一个傀儡，被易清东利用了而已。这些易清东都是知道的。是常静让你来找我的？他并不知道。那你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我想请易总帮帮常静。帮他？是。为什么你觉着我会帮他？因为我知道您跟易清东不是同一种人。你很了解我吗？其实我并不了解，但起码我知道，您比易清东更在乎易茂集团的声誉。你刚才说常静是你的朋友。嗯。只是朋友那么简单吗？我跟常静是什么关系，其实并不重要。而且，我也并不只是为了帮常静，而是我更不希望格兰城出事儿。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人去查，没有及时得到阻止的话，将来但凡有问题，那就一定是一场悲剧。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您想起来了？上次在易茂门口的那个姑娘，是你吗？嗯。反正我现在说什么，您都不会相信。文件夹里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我等你联系我。帮我把车停到车库，钥匙留给前台。喂，去帮我查一个人，石姐。石简？哦，就那天在门口拦着我们，特别没有礼貌的小姑娘是吧？易总，什么情况？他给了我一些格兰城的账目和合同，不仅仅有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的重要信息。易总，你不觉得这个石简出现的有点莫名其妙吗？这该不会是易清东派人来整我们的吧？他知道我们想夺回格兰城，故意挖个陷阱等我们。我们要跳进去了，他就在老爷子面前告我们的状。是不是全套？查了才知道。
你放心吧，这事交给我了。他的这些资料，应该是从常进那儿得到的。懂了，这2个人，我都去给他们查清楚。易总，你之前让我调查的关于石简的资料，目前已经调查清楚了。石简，21岁，他跟常进是男女朋友，在一块儿应该有1年半左右。据说这个常进是石简的初恋。除了常进这层关系，他跟易茂应该没有其他关联了。他跟易钦东也不认识。哦，对了，你给我的石简送来的资料，我也派人核查过了，都确有其人，确有其事。不过里面具体的数字，我就不太清楚了。易总，你看，要不要我再把人给约出来，和您见一次？你有什么想法？按道理说吧，如果易钦东真的想给你设套，他也不会愚蠢到找一个大学还没毕业的女学生吧？再加上还有常进这层关系，这也太容易让人怀疑了。不着急，着急的鱼自己会咬钩。今日午后，正在修建的格兰城小区突然遭遇屋顶坍塌事故，当场砸伤建筑工人。目前4人已经被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前来考察房屋建设项目进度的业主看到了这一切。该发生的，看来还是躲不掉。按照他们这个样造下去，继续维修，这个房子以后谁还敢住啊？啊？对呀，这个房子造都没有造好就塌了。你看这个房子，谁还敢住啊？对吧？这个是伪劣产品，我们要维权。我们不要打，对的，我们要维权的呀！还是这样子？没有这样的。突然间你走走业主希望格兰城小区的开发商易茂地产能够给出合理的答复。我们已经拨打了相关负责人的电话，并与主管部门取得联系。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将会立刻对格兰城的施工建设问题进行调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喂，易总。我要见你。好。石小姐，易总在泳池等你，请你换上这件衣服，把包和手机都留下来。请你不要误会，易总办事很谨慎，他不希望你们的对话被任何人听到或者记录下来，所以才用这样的方式，请你理解。易总，自从上次见面到现在，你没有联系我，你就不想知道我看过资料之后会有什么想法吗？其实我是在等格兰城出事儿。要不然，就算我过去找你，你应该也不会见我吧？你怎么就知道格兰城一定会出事呢？我就算告诉你理由，你也不会相信。反正我就是知道。你很任性吗？你还知道什么？我所有知道的事情都已经整理成了资料，交到了你的手里。常进是你男朋友？你都已经把我调查得很清楚了，还用再问我一次吗？那
你的目的是什么？为了易貌，还是为了钱？或者说，因为我？我只是不想让常静因为这件事情而坐牢。我更不希望他因为易清东变成他的替死鬼。你这么爱他，不惜出卖他，这跟我爱不爱他没有关系。这是我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儿。这个是你唯一的目的？反正，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我就只有这一个目的。我只是不想让常静坐牢。我知道常静她虽然有点贪图眼前的利益，但错不至于毁掉她所有的前途。我凭什么相信你啊？格兰城出事，还有我交到你手里的所有的资料，其实已经够说明了一切。那你为什么来找我，而不是别人呢？因为我知道格兰城在未来一定会在你手里，真的。而且你会做得非常好。你很会聊天嘛。好，我相信你。不过既然你来找我帮忙，那首先你得帮我一个忙。谢谢。怎么样啊？还好吗？打你电话怎么也一直不接啊？啊，我没事，就是最近工作比较忙，忘了回你电话了。什么还好？格兰城事件出事的事儿，还有谁不知道呀？能不要装没事吗？是啊，终于如你所愿了，你高兴了吧？什么叫如我所愿？难道这是我想让你出事儿的吗？谁说我出事了？格兰城的事本来就是个意外，我们易总说了，他能搞定，你不用担心，我不会有事的。你真的认为格兰城这个事情是天灾不是人祸？这件事情根本就是经不起调查的。你应该心里明白，一旦真的追究起来，易清东这个人是可以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的，然后把所有的责任全都堆在你一个人身上，你是要坐牢的。不可能，易总不是这样的人，他说了，有他在我不会有事的。你想多了。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天真呢？他是什么样的人你不清楚吗？你是他手里的一颗棋子，他随时都是可以把你废掉的。清醒一点好不好？反正现在这个节骨眼上，也就只有你可以救你自己了。什么意思？我把这里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了易佩，只有他可以帮助你，你去找他吧。易佩？哎，你是不是疯了？易佩是易清东的死对头，你这么做不是在帮我，你是在害我，你知道吗？你跟他说什么了？我把你电脑里面所有跟格兰城有关的项目资料全都已经拷给了他。你说什么？我这么做也是为了帮你，所以请你原谅我。易总，好时间，你居然背叛我！我告诉你，我们两个彻底结束了。
从今往后不要让我再看到你。这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打巴掌，脸上火辣辣的疼，可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反而感到一种解脱。秦东，怎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爸，我也是昨天晚上刚得到消息，今天一大早坐飞机回来，第一时间我就去医院看望了受伤的工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问题的原因我已经派人展开调查了，还需要一些时间。电视新闻报道点名我们易茂的名字，这件事情对公司的影响非常恶劣。现在主管部门已经对格兰城下令停工整顿，如果处理不好，整个易茂集团都要受到影响啊！不仅仅是地产，还有制衣这一块也要受到牵连。如果易茂信誉受到影响的话，我想这个损失是无法估计的。到底是建筑材料出了问题，还是施工团队的问题？怎么会发生这么重大的恶性事故？秦东，你身为易茂地产的负责人，你要负起全部的责任。爸，这件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叫什么话？你是老总，你不知道，那谁知道？外公，当务之急是要给业主一个合理的交代，然后再去追究是什么原因，谁的责任，您说呢？你必须立刻的拿出解决方案。事情没有解决呢，你不要来见我。小裴啊，你帮忙一起处理。外公，这件事情的始末我并不是很了解，我怕我会越帮越乱，而且我相信舅舅会妥善的处理好，他也不愿意，不是他不需要我的帮助。我身为易茂地产的负责人，这个事情我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给董事会一个交代。好，我给你3天，就3天。大家冷静一下。好了，什么事啊？这么多人。董事长，这些人好像是格兰城的业主，咱们是开走还是去地下车库？我在这边下车好了。好了，不要吵了。你们冷静一下，行不行？啊，请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公司正在开会，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最满意的答复，行不行？不行！你们逼我也没有用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哎呀，你们这样闹是没有用的。多长时间了？董事长，还是董事长！董事长，让一下。让。董事长，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好了，干什么呀？都少说2句，别吵了。我是易茂集团董事长，我可以代表集团向各位保证，一定给各位一个好的交代。没事吧？血压一切正常，您稍微休息一下就没事了。爸，您没什么事吧？啊，我一听说您晕倒了，我第一时间就往医院赶啊。我这一路上提心吊胆，担惊受怕，我就怕您出什么状况。您放心，那帮保安，我回头就把他们给开了。护驾不力，一帮吃白饭的，留他们有什么用啊？太不像话了。格兰城的事情，你查清楚没有啊？
清楚，全都查清楚了。项目经理常进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进了一批完全不达标的钢材和一系列的建筑材料，而且从中谋取了大量的回扣，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目前正在调查取证，我们准备呢移交司法机关处理，给公众一个说法。你手下干的事情，你不知道吗？我真的不知道啊，爸。他这个字不是我签的，我到现在还蒙在鼓里呢。不是，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肯定是有责任，我用人不当，任人不清，管理中出现了问题，才会导致这次事故的发生。我呢，会做深刻的反省和检讨。工地那边，工人的事情要尽快解决，资金有困难，到集团周转。小佩啊，你配合一下，事情要尽快解决，不要把坏的影响扩大。今天算易秦东他运气好，要是他真把老爷子气出什么问题来，那他麻烦就大了。老爷子不会因为这点小事就倒下的。易总，你说这常进他也真的是，他真的愿意去傻到当一个替死鬼？利益面前，有几个人能看得清楚呢？跟你估计的一点都没错，易秦东这步棋，还是下到常进这儿来了。那就要看常进，他怎么想了。易总，上车，我跟你聊几句。易总，那格兰城的事我真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您真的不要为难我了，我只是个办事的。我有说过什么吗？还是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放轻松，今天请你来，不聊格兰城的事儿，咱们就聊聊你的事儿。聊我？你知道有一个叫做陈建东的人吗？陈建东？不知道。他曾经是易秦东在易贸制衣最得力的助手，前途一片光明。但你想知道他现在的状况吗？怎么了？10年有期徒刑，估摸着现在也坐了有5年的牢吧。易总，这怎么回事啊？陈建东在易贸集团的股票交易当中涉嫌内幕交易，由证监会移送到公安机关。由于涉嫌金额过大，最终被判为有期徒刑10年。我不知道易秦东到底承诺了他多少好处，但我知道的是，他进去没有多久，他老婆就跟他离婚了，带着孩子改嫁了。他父亲由于没人照顾，很快就病逝了。10年，对于一个男人来讲，不算长。但也不算短吧，尤其是宝贵的黄金10年。也许出狱后还可以从头再来，但是失去的能用金钱来弥补吗？这件事儿，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相信你内心已经有了判断了。说到底，我不希望你成为下一个陈建东。你已经走到悬崖边上了，应该意识到自身的危险。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如果你现在不主动做点什么的话，那你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牺牲的陈建东。我们打个赌好不好？赌你会不会成为下一个陈建东？如果会，那对不起，你失去的将不仅仅是10年；如果不是，那恭喜你，至少在易贸集团，我不会成为你的敌人。易总，我想知道，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因为你的女朋友，她来求我帮你。当然，我也不希望你自送前途。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句话没错吧？哎，等等等等，你们这是干什么？谁允许你们动我东西了？这是公司人事部让我们来这里收拾东西、整理办公室的。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去问人事部好吧？把那个电脑先拿走。哎，等等等等，别动！我告诉你，这电脑是我的，里面有很多我客户的资料，弄丢了，你能负责吗？这个电脑它是公司的财产，不是你个人的。哦，对了，把你那个工作证交出来。从现在开始，你在这里所有的权限都被取消了。谁给你的权利这么做？易总同意了吗？他允许你这么做了吗？我告诉你，就是易总指示人事部让我们来做的。你要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去找易总。易总，等等，易总，我问你啊，到底出什么事了？怎么我的办公室和工牌都没有了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对你停止调查，这不很正常吗？哎，别，您别跟我开玩笑，我不会真的有事吧？你真不知道啊？啊，相关部门都已经介入调查了，检察机关说，在你的账户上发现有100万的不明收入，怀疑那是你收的回扣。不是，这个钱是您发给我的奖金啊！你开什么玩笑啊？我易贸什么时候给你发这种奖金？哎，常姐，这个事儿你可不能往我身上栽啊！不是易总，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呀？常姐，我把你提拔起来，让你负责整个格兰城的项目，你居然能做出这种事情来，啊？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易总，我看出来了，您这是在让我顶雷啊！您不能出尔反尔，说话不算数啊！你负责的项目出了事，你不负责啊？你告诉我谁负责？可这个事儿不是我一个人干的呀，对不对？建筑材料公司是通过您的介绍才介绍进来的，我只是签个字而已，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等会儿，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是我签的，没错。对啊，你签的字啊，不找签字的人负责，你说找谁负责啊？您之前不是这么说的呀？您说我不会有事的，您说即使我出了事，你也会帮我的。你不能翻脸不认人呐！常金，你别激动啊。你当时收钱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个后果。不过年轻人犯点错误难免的，这个事情你得回去好好想清楚，你该承担的责任，你就得承担。我只是签个字而已，这怎么能让我一个人负责呢？你刚才说是谁签的字？是我签的，没错。对呀，你签的字，不找签字的人负责，你说找谁负责？啊？这个录音是常静给我的，
这里还有一些跟格兰城相关的资料，有问题的地方我都已经标注出来了，您看一下。不像话，真不像话！听说舅舅最近总是往澳门跑，手气可能不太好，一时情急被居心不良的人钻了空子，也是在所难免的嘛。这个混账东西，老毛病又犯了。海公，您别动气，再伤了身体。当初我就不该把地产从你那儿交给他，现在他出了事，还需要你这边来收拾残局。还好有你在，要不然我得被你舅舅给气死。秦东，你怎么这么处理这件事情？爸，原本这件事情是想能压下去，尽量压下去，给出问题的房子的业主进行单独的赔偿，但是没想到最后，他们还是把这个事情给捅出去了。这么大的问题，你压得住吗？你这么投机的处理问题，你知不知道会让问题更严重？我这不是想帮公司省点钱吗？房子呢？房子的处理方案，我已经跟建筑工程师商量过了，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修复和升级改造，我保证，房子的质量不会再有问题了。一佩，你的想法呢？说说你的看法。爸，易佩是做服装生意的，地产他哪儿懂啊？如果要问我的想法的话，全部推倒重建。很显然，现在业主已经对我们的房子起了疑心，在这个基础上，无论我们如何修缮，也无法打消业主内心的疑虑。与其这样，不如全部推倒，全部过程公开透明化，才有可能重新建立业主对我们的信任。说得轻巧了，推倒重建。推倒重建不花钱呐，这钱谁出啊？你出啊？我做过了考察，目前只有一栋楼修到了4层，其他的只修到了1层，所以说现在推倒重建，对我们的损失不是很大。虽然我们损失了工程款，但是我们至少保住了房款。如果说有业主要求退款，我的建议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诚心，一定要果断退还。大家可以想一想，就算业主拿到了全部的房款，以现在的房价，他怎么可能买到和格兰城同等条件的房子呢？所以我认为，至少有80%以上的业主他不会这么做。而最关键的是，我们保住了易茂地产的名声，还有让大家看到了我们处理问题的决心和气魄。这不仅仅给易茂地产，包括整个易茂集团，都带来了巨大的无形的资产。还有啊，对于这个延期的问题，我有一个小小的想法，那就是给所有业主建立一个终身免费的娱乐健身会所作为赔偿。等1年也是等，等1年半也是等。虽然晚点拿到了房子，但是跟终身免费这个服务比较，业主不傻，他应该算得明白这个账。说的可真漂亮啊！成全了所有人，单单给我挖个坑是吗？很多事情啊，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长远的目标。格兰城这个项目，它就是个例子。什么意思啊？易佩，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你的意思是我易清东只能看见眼前利益，没你会顾全大局是吗？别说了，我呢赞成易佩的方案，格兰城呢就交给易佩来处理。秦东，
你暂时不要管了。爸，格兰城的项目怎么能交给他呢？一佩不可能比我更了解情况。散会。爸，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啊？你怎么能把格兰城交到？哟，易佩也在啊。你的速度比我快。我正在和外公商量，毕竟我年纪轻，经验少，格兰城的事情还是交给舅舅去处理比较稳妥，我就不跟着瞎掺和了。小佩。格兰城的处理方案呢，就按照你的意思来做。有什么困难找我，我支持你。爸，行了，小佩，你先出去一下，我跟秦东讲点事情。好的，外公，那我就按照您的意思去做了。爸。您这不是当面打我的脸吗？谁是您亲儿子？我才是您的亲儿子。他是姓易，但他是您的孙子，是外孙，我才是您亲生的。您怎么帮外不帮内呀？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我没去几次澳门。你在澳门赌场到底欠了多少钱呢？爸。是不是又有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呀？我在问你话。爸，您知道，都是一帮做生意的朋友，陪他们去澳门坐一坐、玩一玩，我就跟他们。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外面欠了多少钱，你拿什么去还债呀？我把格兰城交给你，没多久就出事了。我知道，你把精力都用到别的地方去了。你太令我失望了。格兰城的事情，我已经做了最后的决定了。你全权的转交给易佩，你在家里面闭门思过。如果再去赌的话，被我知道了，就不要来见我。澳门那边如果缺钱的话，尽管和我开口。笑里藏刀这一招，你倒是学得比我快。您记性可能不太好。格兰城这块地是谁拿下来的？表面大度，其实心里还记着仇呢，是吧？有你的。最近这段时间，感觉你好像变了很多，变得成熟了，变得有主见了，感觉自己快不认识你了。是吗？你发现了？你到底怎么了？没什么，说了你也不知道。今天我下了车，可能我们就结束了。是我活该。希望有一天我出来，我们还能成为好朋友。虽然现在你需要付出短暂的自由，但生活总是会重新开始的。我们虽然做不了情侣，
但还是朋友。再见。原以为自己早忘记了这段感情，可望着他的背影，我仍百感交集。再见了，我的初恋。这下你可以放心了，格兰城又重新回到你的手里了。我对你的承诺，现在还可以兑现。我把格兰城的账目给你，没有任何所图。我说过，我什么都不要的。